好，我是杨紫。杨紫最近有没有刷到什么新的网络热梗呢？一场戏叫我清汤大老爷，对，老大爷。大老爷，大老爷。上次你们工作室回应了东南大学用小妖招生嘛，然后你觉得小六如果来到现代的话，你推荐他报考什么专业？旅游业吧。旅游业，应该他蛮想跑来跑去，让他玩一玩。那如果说有机会带他那个在现代就是进行一日游的话，你会推荐他去哪呢？来北京，来我家，我请他吃个饭。请他吃什么？豆汁？请他吃烤鸭。烤鸭，对。北京特色是《长相思》第2季里面你心目中的名场面太多名场面了，所以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清。我觉得每集都有，都有名场面。拍下来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在这一季里面，当然还是小妖认母那场吧，因为我觉得他从头到尾，他这个根源就来源于他小时候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妖他的一个圆满的句号。他跟自己和解了。因为他见到了母亲，发现其实父母是很爱他的，所以那场戏我觉得应当是他的一个心结。我们其实已经看了，但是我看的时候真的也哭到不行，就那个啊，你们全看了？对对，全看了，看到特别感动那一场。那是杀青最后一场戏。那是杀青最后一场。对。那拍完那场的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就一直哭，导演喊那个这是全剧杀青最后一个镜头，3、2、1，那个镜头就是要有我眼泪流，但我完全控制不住，他在喊之前我也就流到不行了。就哭肿了，正好那个感情又到了这，然后又是杀青。对对。第2季其实也有很多名台词嘛，可以给我们再还原一句你心目中那个最喜欢的一句名台词吗？他跟他哥哥有一句说：“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夺，我都帮你争，为什么？你为什么？”就是跟他哥哥的那场。他和苍玄呢也有很多那种就是情绪非常浓烈的那种戏。是的。这次其实真的要告别长相思了，就是你现在心情是怎么样？我既有一些不舍，但是也是一种觉得圆满了。对，因为这个戏其实22年开始拍的，到现在已经2年了。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很不容易。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小妖或者小六说的？我希望小妖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天地很大，希望他可以自由自在。第2季结束和当时第1季结束的时候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第1季就是你还有期待嘛，你觉得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是伤感，但是你更多的是相逢。但是这一季好像就是真的要跟大家再见了。就是好像这个句号真的要画上了，对感觉。那你觉得小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呢？我觉得没有，没有。我觉得他没有遗憾。大家从各自的角度看，肯定各有各的不易，各有各的伤感。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每个人物他们也完成了自己最好的宿命，这是他们最好的结局。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没有遗憾了，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对对。如果说杨紫想为小妖完成一件事情，你想帮他做点什么？我可能想在他小的时候拉住他妈妈吧，或者是如果上了玉山以后。想告诉他那个是假的，你千万不要下山，可能会改变他一生，改变他一生的轨迹。对对。说杨紫是掌管暑期档的神，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就是恰好我的戏都在暑假播了，大家每次在暑假都能看到我，挺开心，老朋友，谢谢。就是但是压力也会很大。最近特别多用我们长相思的台词做文旅宣传视频嘛，你杀青之后选择找个地方去放松一下的话，你会去干嘛呢？杀青以后，可能先在家待一段时间吧，然后很想再去一趟西藏，因为之前去过一次西藏，但是当时高反，有些地方还没有逛明白就晕了想再去一下。西藏这个地方特别吸引你，就还是有些那个执念想要去看一看。因为我妈妈从小在西藏出生的，然后长到了10几岁才回到这个。回到北京吧，所以那是我妈妈的故乡，想再去那边看一看，找回一些记忆吧。妈妈，我上次我妈去了，但是我妈说，就跟我们形容，她说他们家住的那个地方现在都被拆掉了，她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感觉有一种想要去帮她重回一些原来的记忆的感觉。对，看她还有能不能遇到儿时的小伙伴呢？如果说有时间你自己想挑战去做一件事情的话，会想做点什么呢？去蹦极。蹦极。对，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口高，而且胆子很小。我想说，那如果蹦极的话，应该是蛮厉害的。会真的想去做吗？不会。说嘴上说说而已。我觉得我还是我很惜命的。对，感觉蹦极是很多人想去尝试，但好像很难踏出那一步。随着自己年纪大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心脏啊、脑血管啊受不受得了。对。推荐姊妹玩窝囊反蹦极。剧播完的时候，你是会有一个怎样的心情？
其实不知道耶，应该还蛮复杂的，又是开心又不舍吧，好像只能到当下那一刻才能够感受到。此刻我是希望，我好想看后面是一天全给我播完。你看又急，后台权限给你开出来。哎，我都没有看过第2集，你自己都还没有看到全片是吗？期待那跟大家一起追剧。好，到了热度只突破3万的话，会想给大家准备点什么惊喜呢？突破3万，有什么惊喜啊？哎，我最简单的每次自拍，对，自拍是最能完成的。但只要你做的，粉丝都非常喜欢。对，谢谢。中国公安大学用苍玄招生嘛，如果苍玄来到现代报考的话，你推荐他报考什么专业？除了就是什么法学呀、政治啊，这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苍玄需要特别去关注一下的一个专业，就是心理学。为什么？他的心理状态就急需调整一下，要开心一点，太苦了。就是那个还有一个特别热的梗，就是年轻人的发疯公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然后就让你用给那个自己和苍玄分别想一个这样的公牌名字。张开嘴，要让苍玄去勇敢把爱说出来。还有一个什么来着？玄心死，玄着的心终于死了。这个也很适合。大家也对你的称呼从去年的表哥变成今年的老公了，有什么想说的？跳过这一话题，跳过，不想面对。就是你每次面对大家的那个现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你这不还是在问这个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第2季你心目中的名场面是哪一场呢？凤凰林啊，对，然后还有我们俩一块跳华尔兹啊，包括就是播了的那个，我跟他说就是这些女人我都不要，我就只要你。对，我觉得都名场面。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那一场真的是，就我们看到之后，真的有被震撼到。这预告太早了，这太早了，之后期待了1年了。大家都特别期待，我的压力特别大。这场戏起码我压力特别大，也不知道到时候剪辑出来呈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就未知。我现在在后台，我们提前看到，我感觉真的有被他感动到。那你惨吗？撕心裂肺吗？对对，那你当时拍那场的时候，当时感受怎么样呢？这种撕心裂肺的痛，就替苍玄难受。替苍玄难受。报心理学了，报心理学了。有没有哪场是你哭的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哭啊，我觉得对于苍玄而言，不代表说是流泪，心里的那种痛也是在哭。对，就是心在滴血，心在流泪，也是哭。感觉他心滴血了一截，一直在滴血，就快贫血了。贫血了，好有梗啊！你现在。就刷到有说那个你当时拍的时候有一场戏就是九九哭到在地上那种很难出戏是吗？有这个印象吗？你记错了吧？可能在地上哭到九九不能出戏，这人不是我，是某妖小妖。如果说改写结局的话，你希望苍玄的结局是怎样的？他想过平常人的生活，然后开一家酒铺，然后种田。我觉得这是剧里面苍玄自己说的，这应该是他最想要的结局，和小妖一起。但其实感觉他有点被架到那个位置啊，无法去选择这些。不是被架到那个位置，我觉得苍玄他的初衷是想守护他爱的人，所以他做了这样的牺牲。必须要去得到天下，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他认为才能保护他自己爱的人。就我觉得他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那你觉得就是第2季的苍玄，他对小妖的情感有发生变化吗？没有，至始至终都是要守护他，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强迫小妖要去，怎么样。我当上帝王了，我下一个旨，我去迎娶你，没有。那你是如何看待他为小妖这一直以来这些付出的呢？如果是我的话，就张开嘴，你赶紧说吧。我看我都着急，就是你要说了，不能说，赶紧张嘴说。我不想让你离开，我想。先放手。小妖，小妖说好，那就是好。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要我的话，我就把爷爷劈走。爷爷刚要上场，劈走，一键清除。第1季其实大家对苍玄更多有一些误解嘛，就第2季其实大家理解了之后会更心疼。那对于这个转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有误解，说明这个角色他人设上不是那么的讨巧，他在创作上说明他有难度。有了难度呢，他就激发了我的这个创作的欲望。对，就是我需要从
剧本当中去发掘它更多能够让人喜爱的点，或连，或搞笑，哥哥，我刚刚看到你笑了。但是总得去把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样我觉得反而挺好。挺好的。对，你在演的时候有没有哪个心疼他的时刻？我太心疼他，太心疼了我就看他那种第一季，那些隐忍的部分，对，然后为小妖付出的部分，为了家国天下的这些牺牲，我觉得这都是很可怜的。尤其我觉得到第2季更可怜。这种第2季真的是顺从小妖，守护他，爱而不得，这可怜，这可怜更放大化了。对，就是第2季他的那个情感浓度更强了，我感觉。最后到隐忍的边缘的这个临界值的时候，后来又爆发了，一样会很心疼他。这一次真的要告别长安寺和苍玄了，现在是什么心情？也没有吧，这剧大家一直都能看。你今天看完了，你明天再接着看吧，也不告别。作为演员来说嘛，这个角色好像真的要和自己告一段落了，有什么想对苍玄说的？我很舍不得这个角色，因为他对于我创作上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个有难度的角色。对，希望观众多多的支持我们的长相思，哪怕他播完了之后，大家也可以再度的安利身边的朋友，再回看一下长相思。那这一次结束，你觉得和当时第1季的时候结束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吗？第2季结束会难过一些，会难过一些，因为第1季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还有第2季，对，是怀着一个期待的心情接受这一次的第1季的结束。那第2季结束确实是没有第3季，对，真的就是最后就真的要结束了，是真正的长相思的完结篇。那你觉得苍玄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遗憾没把爷爷送走，就是你的粉丝也特别关心你的腰伤，就现在怎么样了？不是腰上，准确的说，它应该是那个背。是背部，是背部好了，基本上好了。只要是不去举那些重物什么的，重物就指的是像鱼和魏老那个重量的重物，就行。所以这是你平常那个，这是下一个活动要用的道具，但是一上手了之后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这是一个豆沙包啊，这是干嘛用的？这应该大家都明白是要干嘛。前2个字。